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、孟子义将门毒后盛大开机，争议与期待齐飞，一部改编风暴中的年度古装大剧。2026年2月20日，古装权谋大剧《将门毒后》正式官宣阵容并启动拍摄。在这个信息高度密集的官宣日里，剧方以极具节奏感的物料投放策略，迅速占领舆论高地。从10点整主演定妆照释出，到10点10分双人海报上线，再到10点30分双人互动视频发布，以及10点40分提前公开的王鹤棣单人视频，整整一上午几乎无缝衔接的宣传节奏，让整部剧在短时间内实现热度爆发。晚间19点整与19点05分补充的开机现场照，则为这场信息轰炸画上阶段性句号，也彻底点燃了粉丝与书粉的讨论热情。这部改编自热门女频小说《将门毒后》的影视作品，在尚未正式开拍之前，就已经处在话题中心。从改名为《将门毒后》到主演番位争议，再到剧情删改风波，《将门毒后》几乎具备了一部爆款剧的所有前置条件：高关注度、高争议性与高期待值。此次官宣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其精密安排的物料发布时间线。短短40分钟内连续释放多个核心内容，不仅保证了讨论的持续性，也通过信息接力不断刷新热搜关键词。尤其是王鹤棣单人视频的提前10分钟释出，成为舆论的一个关键引爆点。原定10点50分发布，却在10点40分上线，这一细微调整迅速被网友捕捉并放大解读。在粉圈语境中，这种提前曝光往往被视为一种资源倾斜或隐性番位暗示。尽管官方强调双方签署的是平番协议，但这一操作仍然引发了不小争议。一部分网友认为这是宣发策略上的小心机，另一部分则将其视为市场对演员影响力的自然反馈。围绕番位问题，王鹤棣与孟子义双方粉丝迅速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。王鹤棣粉丝的核心论点集中在扛剧能力上。此前他主演的《大奉打更人》取得了极为亮眼的成绩，即均播放量突破6000万，在市场上具备强大的号召力。因此，在商业逻辑层面，他们认为王鹤棣理应拥有更高的宣发优先级，而孟子义粉丝则更强调原著属性。将门毒后本质上是一部典型的大女主复仇权谋小说，沈庙这一角色贯穿全书，是绝对的叙事核心。因此，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削弱女主戏份或转向男频叙事的改编方向。这场争论的本质其实是两种逻辑的冲突，一边是以市场表现为导向的流量优先，另一边则是以文本结构为核心的故事优先。剧名的变化同样耐人寻味，毒后与毒后一字之差，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叙事气质。毒后强调的是女主的狠戾、复仇与权谋，而毒后则更偏向唯一孤高的象征意味，弱化了原著中带有争议性的黑暗气质。结合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，这一改动并非偶然，而是与整体改编方向密切相关。据业内消息透露，由于审查要求，剧中部分原著中极具冲击力的情节，如美人鱼冰雕示众等暴力桥段将被删除或大幅弱化。这些内容原本是塑造人物性格与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节点，一旦删减，势必会对整体叙事结构产生连锁反应。因此，不少书粉开始担忧，这部剧是否会从女性复仇史诗转变为男女权谋对抗的双线叙事，甚至进一步演变为男主主导的古装权谋剧。另一个引发讨论的重要信息是，该剧投资从原计划的5亿缩减至3.8亿。在当前影视行业整体趋紧的大环境下，这种调整并不罕见，但对于一部定位为古装大制作的项目来说，仍然会带来一定影响。更关键的是，目前剧本尚未完全定稿，这意味着在拍摄过程中仍可能出现频繁调整甚至方向性修改。这种边拍边改的模式
虽然在行业内并非新鲜事，但也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不确定性。如何在有限预算与审查框架内，既保留原著精髓，又满足大众审美，将成为制作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尽管争议不断，将门毒后的演员配置依然具备不俗竞争力。王鹤棣近年来持续活跃于影视与综艺领域，个人影响力不断提升，其在古装与现代剧之间的切换能力也逐渐得到认可。孟子义则在多部古装作品中积累了稳定观众基础，其外形气质与古装角色的适配度较高。此次他在直播中透露，《将门毒后》可能是其近期唯一一部古装作品，未来将重心转向现代剧，这也为该剧增加了一层阶段性代表作的意义。此外，郑和惠子、杨世泽、乔振宇等实力演员的加入，也为整体阵容提供了更多层次与看点。剧组已于横店正式开机，预计拍摄周期约为4个月。从时间安排来看，如果后期制作顺利，该剧有望在2026年下半年进入播出窗口。与此同时，王鹤棣还将同步投入演唱会筹备，这意味着其时间分配将面临较大压力。而孟子义在完成该剧后，将全面转向现代剧领域，两位主演的后续发展路径也为这部剧赋予了更多关注维度。网友热议，祝福与质疑并存。在社交平台上，《将门毒后》的开机引发了大量讨论。以下为部分网友评论节选：支持与祝福派，恭喜开机！这个阵容真的很有新鲜感，期待两个人的化学反应。王鹤棣古装气质太绝了，这次权谋题材很适合他。孟子义真的很适合大女主，希望剧本给力，别浪费她的气场。制作看起来很用心，物料节奏也很专业，感觉是冲着爆款去的。希望能成为2026年的古装黑马。双引号，理性观望派。改名之后感觉味道不太一样了，有点担心剧情走向。删掉关键情节的话，人物会不会变得单薄？平番就好好平番，宣发别搞小动作。剧本没定就开拍，风险有点大。希望不要变成又一部高开低走的古偶。双引号，书粉担忧派。原著的灵魂是神庙，如果改成双强甚至男主主导，那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故事了。最怕的是把女主的复仇线改没了，那就真的失去意义。请尊重原著，不要随便改核心设定。双引号，结语：一场尚未开始的成败博弈。从目前来看，《将门毒后》已经不只是一部普通的古装剧，而更像是一场关于改编尺度、市场逻辑与观众期待的多方博弈。它拥有成为爆款的潜力，强 IP、热门演员、高讨论度，也同样面临不小风险：改编争议、剧本不稳、审查限制。最终，这部剧能否在争议中突围，关键仍在于一个最朴素的答案：故事是否足够动人，人物是否足够立得住。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，所有的流量与话题终究都要回归到作品本身。而将门毒后的真正命运，也许要等到播出那一刻才会揭晓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